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呢，跟大家聊了中国三大主粮加大豆的一个情况。那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中国的三大主粮的自给率呢非常高啊，其中稻谷的自给率98.7%，小麦的自给率呢96.7%啊，玉米的自给率呢98.5%。那大豆的自给率呢就差很多啊，进口的占比达到85%啊，也就是自给率只有15%。那2019年呢，中国进口大豆花了354亿美金啊，是中国的第8大进口商品。那中国消费的世界上60%的大豆出口量。那大豆呢，大家知道，作为饲料呢，它是肉、蛋、奶啊等高蛋白质物的重要来源啊。比如说猪肉，中国呢一年的猪肉消费量呢在1.1亿吨左右。那消费的猪肉量呢占到全国的49.6%啊。如果按照这个料肉比的5:1的话，理论上中国人吃的猪肉呢，相当于消耗了2.9亿吨的粮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2019年总的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一个情况。那来自农业部的官方网站呢，大家可以看到啊，2019年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呢是791亿美元，进口呢是1509亿美元，那贸易逆差呢是718亿美元啊。那这个呢应该是除了芯片和能源、铁矿石以外啊第3大的这个贸易逆差的来源部分。所以其实你看中国对各种物资商品的这种依赖度啊，只要你看一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数据啊，尤其是逆差比较大的那些部分，你大概呢就能了解到中国哪些东西对外的依存度呢、依赖度呢比较高。那好，这个呢是给大家对上期节目呢做一个回顾。那总体来讲呢，中国的3大主粮啊自给率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仍然有许多的农产品无法自给自足啊，需要大量的进口。那这个呢，从农产品进出口情况上呢就可以看出端倪。那接下来呢，我就说一说中国粮食问题的几个担忧啊，或者是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粮食库存的问题啊。上期呢也给大家看了这个3大主粮和大豆粮食库存比的一个库存消耗比的一个情况啊。数据上来看呢，远远是高于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啊17%、18%的一个最低安全线啊，看上去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啊？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库存呢必须是有效库存、真实库存。那在7月份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个视频啊，或者看一个报道，就有一个视频呢突然爆料，就黑龙江肇东直属库啊粮食库存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水泡粮，而且掺杂了大量的这种塞下物。那这个新闻呢，国内的财经网啊、凤凰网、澎湃新闻、头条新闻都进行了报道啊。我把这个视频的片段呢也放下了，大家也可以简单看一下。库青冈县德胜乡荣昌粮库，从库门打开，您看一下啊。这边给我们掺的是9斤粮，这边是9斤粮，再给大伙看一下。去年大庆、肇州那边那种水泡粮吧，就是这样的。无法通过这个视频让大姐闻到这个酸不溜叽的味儿。哎呦，这个味儿！这边就是掺假，20公分厚的塞漏的，左手可见，给大家掏一下啊，看，这叫塞下物。请问你们当时入库的时候，这个塞下物是在库里过筛的吗？塞下物不是已经返到车上被拉走了吗？怎么会在你粮库出现20多公分的塞下物呢？来，这已经掏过很多次了，都被无数次的掩盖。国家给你们拿钱让你们存粮，你们就存这样，1000多万花好几千块钱，都快合到2000块钱1吨了。我们拍的是这玩意儿吗？杨宇勋亲口承认说国家就存的这玩意儿，你有能耐能咋的？你们当时入库的时候，这个塞下物是在库里过筛的吗？塞下物不是已经返到车上被拉走了吗？好，我们接着往下说。那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呢，这个中央粮库啊，也就是黑龙江肇东直属库，在7月28号他出了个公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他说，凡是外来人员禁止携带手机和其他录像、录音设备进入库区，购粮客户只限制1人进入库区办理出库事宜。那这个公告一出来了呢，媒体又进行了报道啊，这个明显呢是有点欲盖弥彰啊，有点隐藏的意味。那后面呢，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呢就这个情况又出来一个解释说明啊，他说这个呢这个公告呢是因为考虑到提货人员的安全，在作业区呢因为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啊已经产生人员安全隐患，但规定禁止携带手机的做法简单机械，以严厉批评啊，责令纠正。所以你看这个啊非常有意思。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暴露出来的陈化粮、水泡粮啊，还有塞下物这些正常的冒充正常的储备粮的消息，之前呢各地粮库也经常爆出这个新闻粮库失火的问题。这个呢就让人不免担心啊粮食库存储备的这个可靠性。
那国家的粮食储备呢，是防止粮食危机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啊，是用来确保粮食安全的。用于确保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啊这种原因导致粮食欠收啊不会引发大面积的社会问题啊，可以说是粮食安全的最后的一道防线。那过去呢，中国老百姓家里呢还有存粮的习惯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我奶奶家里有地窖啊，经常会存一些土豆之类的粮食。那现在呢，中国的普通民众由于这个城镇化的建设啊都进城了，早就没有了这种存粮的地方和习惯啊。绝大部分人家中呢几乎没有这种储备粮或者储备粮食的习惯吧。那一旦出现粮食问题呢，只能依赖国家层面的这个储备粮。因此，整个这个国家很有必要啊，就是认真查清和摸实各地的储备粮库的真实的粮食情况，加强这种粮食储备的可靠性。你像中储粮黑龙江这个肇东直属库这种以次充好的情况啊，这个是非常发人警醒的啊，它可能也不是一个个案。那这个事情呢，还是因为偶然的私人的矛盾爆发出来以后啊，然后被爆料出来啊，否则这种事情呢，这个普通人根本就无从得知。好了，这个是关于这个粮食库存的问题啊，所以真正的粮食安全法呀，它是建立在这个可靠的粮食库存之上的啊，不能因为这个粮食库存消耗数值的高高在上啊，就是高于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这个数据就可以掉以轻心。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自然灾害洪水引发的粮食欠收问题。那今年这个天气因素大家也知道，各地洪灾非常严重啊，它可能导致各个粮食的主产区啊粮食下粮的减产。那有多达27个省市大范围遭受了这个水灾的影响啊。那在8月12号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啊，它发了一条消息啊，就是说截止到8月5号，主产区小麦的累计收购呢是4285吨，同比减少了938万吨啊。那这个消息呢引起了大家的很多猜测啊，大家就在怀疑这个夏粮是不是没有丰收啊，或者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由于这个自然灾害的原因、洪水的原因。但是在14号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啊，它给了一个解释，说是因为这个优质优价的市场化收购啊，逐步成为主力，农民的市场的意识普遍增强啊，收粮进度呢较往年同期有所放缓，收粮节奏呢更加趋于均衡啊。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农户可能是因为价格不太满意啊，或者这个价格不够合适，所以说可能有一些惜售的行为。那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们这个暂时也不得而知。那第三个呢？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草地贪叶蛾的问题。那草地贪叶蛾呢，这个虫子相当厉害，主要吃玉米和水稻。大家可以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从2016年，就是这个草地贪叶蛾入侵非洲以后，它一路攻城拔寨啊，一路杀到印度、孟加拉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时间轴。最早还是在这个美洲大陆啊，到2016年入侵非洲啊，然后再到2018年就开始进入亚洲啊，这个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最终在2018年初入侵了中国的云南啊，然后很快就覆盖了中国的很多省区啊、省市。那到现在呢，到2020年到现在7、8月份，大概有22个这个省市大22个省受到了这个草地贪叶蛾的这个侵害。那根据预估呢，2020年可能会造成中国的玉米减产20%左右啊，所以这个草地贪叶蛾呢非常厉害啊，它这个刚才讲了又叫秋行菌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虫子呢可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啊？这个虫子呢有3个特点啊，就是超级能吃、超级能飞啊，也超级能生。那没有天敌，那可以说是普通作物受害以后呢啊，它一般减产20%到30%啊，这个就是超级能吃。那超级能飞是什么意思呢？超级能飞就是它一晚上随气流呢，最多可以飞行500公里啊。那超级能生呢啊，就是它的这个繁殖能力是普通害虫的3到5倍。那没有天敌呢，就是因为它是外来物种啊，完全没有天敌。所以这个害虫呢，2017年就列入了世界10大植物害虫的黑名单，然后2018年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就发出了全球预警。好，这个是关于这个粮食3个担忧3个问题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3种情况就3种情况可能发生粮食危机的情况，或者说可能假设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水平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就是绿色的部分呢就是粮食安全程度比较高的然后呢就是黄色的再往下就是橘黄色，再往后就是这个红色红色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非洲地区都是红色的，就是粮食安全程度非常差经常有饥荒发生。那绿色呢基本都是发达国家，就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韩
啊，可以看到，还有智利，对吧？那中国的排名呢是属于第46位啊，属于中上游的一个水平。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有几个国家啊，粮食是严重依赖进口的，比如说像新加坡啊、日本、韩国，它其实是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但是新加坡排到第1位啊，日本排到第18位，韩国排到第24位啊，都是粮食安全排名非常高的国家。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3种情况啊，哪3种情况会有可能产生粮食安全问题？那第一种就是没有外汇储备啊，没钱了，没钱买粮食了。那这个呢，需要基于2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世界工厂这个创汇的能力啊受到损害啊，第二个呢就是资本外流可能比较严重啊。如果这2个事情有一个发生了啊，或者2个同时发生，那你就没有外汇储备了啊，购买粮食呢啊就没有钱啊。所以说，只要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出太大的问题啊，可以说粮食安全呢应该是无忧啊。那毕竟呢，现代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呢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只要你手里有美元，不管是这个啊，它不过就是个价格高或者价格低的问题，那粮食最终呢还是可以买到的。那退一万步讲，就算啊中国不进口石油或者不进口芯片，但是它也得买粮食。所以结合上面那个图呢啊，大家可以看到各国的这个粮食的安全的评分的一个情况，中国是处于中游的一个水平。那之所以没有滑到就是像印度那种橘黄色的那种差的局面，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这种世界工厂的地位啊，还有出口创汇的能力。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没有外汇储备，买不到粮食，没钱买粮食啊。第二种的啊，这个就是假设的情况呢，可能的情况就是有钱你也买不到粮食。那大家知道3月份以来，疫情爆发以来啊，很多粮食出口国禁止了或者限制了本国的这个粮食出口。大概呢有12个国家都针对粮食出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当时的新闻。那中国呢，因为是第1大粮食进口国，每年呢进口1亿多吨的粮食啊，差不多进口了全球粮食出口贸易的1/4啊。所以说，如果你手里有钱，就算手里有钱，但如果人家不卖给你啊，这也是个大的问题。那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发生这个战争状态啊，那供应链和物流运输出现问题以后啊，粮食呢无法正常运输啊，甚至在战争状态下呢，有可能发生这种粮食禁运啊。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世界粮食的供应端呢非常集中啊，就那么几个核心国家出口粮食。你比如4大稻米出口国啊，就是印度、泰国、越南、巴基斯坦，这4家出口量呢占了全球大米出口量的70%。然后小麦呢就是5个国家啊，就俄罗斯、美国、欧盟、加拿大、乌克兰，那出口量占到全球出口量的73%。然后玉米呢啊，玉米的出口国主要就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啊，所以非常集中，粮食呢供应端非常集中。好，第3个这个可能出现粮食安全问题的情况，就是中国乃至全球啊出现这个粮食大面积的这种减产，粮食产量大幅下滑。那在今年以来啊，联合国多次警告，就是全球可能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那全世界呢可能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啊，而且今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的饥饿状态啊，它预计可能会是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啊。那可能这个就是全球的粮食产量可能会有下滑，再加上疫情的原因导致运输不畅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吧。那好，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给大家讲了粮食问题的几个隐忧啊，有粮食库存问题，有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问题，还有这个植物害虫、草地贪夜蛾的问题。那其中呢又以粮食库存问题啊最让人担忧，因为它是人为的因素啊。大家知道这个人祸呢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往往大于天灾。那第二部分呢是给大家分析了几种可能产生粮食危机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手中无钱啊，这个钱指的是外汇。第二种呢就是即使你手里有钱也买不到啊。你像今年3月初的各国因为疫情的原因禁止了粮食出口啊，以及这个如果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导致的粮食禁运。那第3种情况呢，就是全球乃至中国自身的这个粮食的减产。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